近期，中方一次和平利用太空的试验又被有心人解读成高超音速武器。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中国于8月试射了一枚可以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它可以环绕地球飞行，并让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失效。该报道引起全球媒体一片哗然，美国及北约高官还趁此渲染中国威胁。中国外交部周一回应称，此次试验是一次例行的航天器试验，用于验证航天器可重复使用技术。针对美方官员借此渲染中国威胁论，外交部周二表示，美方声称中国加剧军备竞赛，这纯属倒打一耙，转移视线。那么，西方炒作的高超音速武器到底是什么？美国为何会患上高超音速焦虑症？来看报道。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中国试射了一枚携带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火箭，并判断它是可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金融时报》宣称，这种导弹可以在绕地球低轨道飞行，并可让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失效。那些防御体系都是针对有着固定抛物线轨迹的弹道导弹设计的，而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理论上可以通过南极航线对预定目标实施攻击，这种能力对美军构成了所谓重大挑战。报道称，中国军方的进展让美国情报部门感到措手不及。还有一名知情人士声称：“我不知道中国人是怎么做到的。”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回应称，据了解，此次试验是一次例行的航天器试验，用于验证航天器可重复使用技术。这对于降低航天器使用成本具有重要意义，可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提供便捷廉价的往返方式。世界上有多家公司都开展了类似实验。航天器返回前分离的是航天器配套装置，将在陨落大气层的过程中烧毁解体，落于公海海域。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道，为和平利用空间、造福人类共同努力。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发言呢，实际上就是否认了这些外媒的这些传闻、这些说法。那么我们实际上呢是进行了一个这个航天器的一个试验。那么这种试验呢，它是一种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的试验。我们中国呢是在这方面是既在发展自己的这个航天器技术，也是在这个为人类做贡献。公开资料显示，7月16号，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制的亚轨道重复使用演示验证项目运载器就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起飞。按照设定程序完成飞行后，平稳水平着陆于阿拉善右旗机场，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而美国的宇航局也曾花费大量经费用来发展民用的可重复使用的航天运输系统。近年来，新兴的西方商业航天公司虽然不断在发展太空旅游模式，但无论是 SpaceX 公司的载人龙飞船，还是维珍银河的太空飞机，都没有涉及高超音速近地轨道飞行领域。不过，中国的航天器试验还是遭到西方恶意炒作。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拜登总统对中国的军事能力感到担忧，但欢迎竞争。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则表示，美国正密切关注中国在军备、先进能力和系统方面的发展。他还渲染称，这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美裁军大使也称，中俄正积极推进高超音速技术运用和军事化，这将加剧军备竞赛。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发展必要军事能力，完全是为了维护自身正当的国家安全利益。中国力量的增长是和平力量的增长。任何国家只要无意威胁和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不会受到中国国防力量的威胁。美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核武库，而且还要投入上万亿美元升级3位一体核力量。美方鼓吹中国威胁论，不过是为自身扩充军力，谋求绝对安全优势，寻找借口。汪文斌指出，众所周知，美国退出反导条约、中导条约，持续推进部署全球反导系统，长期独家阻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抵制外空军控谈判进程，向无核武器国家转让核潜艇，加剧核扩散风险。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近年来抱舍冷战思维，全方位强化军力建设，不断深化军事同盟，拉帮结派，打造军事小集团，
严重破坏地区和平与安全，破坏全球战略稳定。美方声称中国加剧军备竞赛，这纯属倒打一耙，转移视线。外界注意到，各国对于高超音速武器的定义不同。一般而言，高超音速武器指的是在大气层内飞行速度超过5倍音速的武器。不过，《金融时报》渲染的这种武器飞行情况和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都不同，是一种在轨高超音速武器。这种导弹首先达到了入轨速度，将载荷送入了近地轨道，而传统的洲际导弹不需要达到环绕速度，这使得这种武器理论上可以打击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而在突防模式上，这一轨道武器同时又搭载了在大气层高超音速飞行体，使其可以在防区外很远的地方重返大气层以后开始进行高超音速滑翔。因此，这种轨道高超音速武器从理论上确实可以对现有的一切反导和预警体系有极强突防效果。那么速度快，而且呢，通常来说，它的弹道不是一般的这个抛物线弹道，所以呢，美国发展的导弹防御系统呢，本来它主要是针对固定的弹道来进行预警、进行拦截的，所以高超声速武器呢，天然的能够有效的突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它自然就非常关注中国的高超声速导弹的一些发展情况。不过，用于核打击的弹道导弹往往投掷重量有限，导致其打击效率偏低，并不是什么实战效能特别强大的武器。即便有这样的试验，也是用于航天领域其他方面，而非军事化用途。而就通常所说的高超音速武器而言，目前全球共有美国、俄罗斯等至少5个国家正在研发。就现阶段而言，与俄罗斯等国公开的高超音速武器研制进度相比，美国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的进度确实是落后了。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月初曾报道称，美空军 AGM-183 高超音速导弹将最快于明年列装，并吹嘘其将带来颠覆性空袭潜力。但 AGM-183 在研发测试阶段一直磕磕绊绊，在今年4月的试验中，甚至出现了助推器未能工作，而导致试验失败的低级失误。它能否按照美军时间表服役，还要打个问号。美国陆军的高超音速导弹虽然已经接装了发射车等配套装备，但目前导弹仍然缺装。那么美国目前还没有实用化的，就是装备部队的高超声速武器，尽管它起步比较早，发展比较快，但是呢，在很多高超声速武器的试验中，它都是以失败告终的。所以从装备这个角度上看呢，美国实际上已经落后了。而俄罗斯等国则走在了美国之前，俄军匕首和先锋高超音速武器已经列装，对手的进度走在了自己前面，令美国十分不爽。不过，美军也正在高超音速领域发力，美陆军的远程高超音速武器、美海军的常规快速打击导弹以及美空军的 AGM-183 导弹处于齐头并进的发展阶段。美国在高超音速领域也有着深厚的技术积累。观察指，正因为自己高超音速武器研发相对滞后，美国才会患上高超音速焦虑。不过，美英不断炒作中国正常和平利用太空的试验目的，还有渲染中国威胁论，以给国会施压争取更多军费的用意。同时，中国的东风17导弹等新武器的亮相，使得美国部分人士认为，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的装备方面可能已经走在了美国的前面。但实际上，即便中国装备了东风17导弹这样的高超音速武器，因为射程有限，也无法对美国本土造成威胁。相反，一旦美国装备了高超音速武器，就可以将这些武器部署在中国周边的日韩、关岛乃至澳大利亚，这才是对中国真正的威胁。现在中国已经装备有像东风17这样的高超声速非普通弹道导弹这样的轨迹的新型导弹。那么美国在这方面呢，显然它没有实战化的具有装备部队的这样的有效的武器。那么它实际上和中国相比，已经是在这方面已经是落后了。所以呢，他觉得有一种失落感。实际上，美国在凭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的同时，却对自己实实在在的威胁三缄其口。美国海军此前承认，10月2号，美国康涅狄格号攻击核潜艇在南海与一不明物体相撞，造成艇上11名水手受伤。事故发生后，美方时隔5天才发表了一份语焉不详的声明。这种不负责任、拖延遮掩的态度，更令国际社会对美方意图和事故细节产生怀疑。
中国外交部曾数次敦促美方尽快做出详尽说明，给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一个满意的交代。发言人赵立坚更多次就此向美方发出灵魂拷问。周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就美核潜艇碰撞事故答记者问，指出，中方对此次事件表示严重关切，要求美方作出澄清。美方作为当事方，有责任有义务详细说明事件有关情况。谭克飞称，此次事件还表明，美英澳近期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开展核潜艇合作，使得澳大利亚这样的无核国家获得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核材料，将使武器及高浓油脱离必要监管，带来巨大的核扩散风险，严重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精神，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诱发军备竞赛，破坏东南亚无核区建设，发生核事故的概率也会大幅上升，给地区和平安全带来严峻挑战。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欧美近日大肆炒作所谓中方高超音速导弹试验，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经多次澄清，这是在测试航天器。那么您对此怎么看呢？主持人好，欧美炒作中国高超音速导弹，特别是强调可携带核弹头，还造出了一个新词儿叫空间核弹。他们呢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鼓吹中国威胁论，渲染中国核威胁论，错呢把中国拉到美俄核裁军谈判之中，也就是他们设计的所谓中美俄三边军控谈判。对于这个议题呢，中国过去2年已经摆明了立场，中国的核力量与美俄不在一个量级，中国呢参加核裁军谈判的时机远未成熟，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对核裁军呢负有特殊优先责任。外交部今天重申，中国坚定地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将核力量呢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会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但是呢，欧美炒作高超音速导弹还是有不同的目的。那么这个消息呢是英国媒体首先放出来的，欧洲的一些政要和军事专家呢更多的强调，美国要学会和中国相处共生，不要太自以为是。人家这个中国呢也是有大杀器的，可以突破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他们还特别提到导弹试射呢正值这个中美紧张升级和台海局势绷紧之际，显然呢有警告美国的意思。所以呢，当中国回应说那是在测试航天器的这个重复使用技术以后，这个欧洲呢基本就不炒作了。美国呢就不一样，是中国做出回应以后才下场加入炒作行列的。那么强调的呢是欢迎中国呢在这个领域与美国进行激烈竞争。美国关注中国先进武器的发展，试图呢把中国树立成为一个敌对者，为自身扩充军力谋求绝对的军事优势寻找借口。那么您提到欧美炒作中国高超音速导弹有不同的目的，那么欧洲为何要警告美国不应胆大妄为呢？对于中美关系紧张和台海局势升温，欧洲及其他国家呢都在忐忑，因为呢在他们的眼中中美关系呢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但现在也是最紧张的大国关系之一。那么与以往历史上的任何大国对抗不同，中美呢都是核国家，都有核能力来摧毁对方。美国挑起的对华全面竞争涉及到经济增长、气候变化、能源分配、地缘政治、技术限制、国际组织人事安排、这个太空未来竞争等各领域，而美国呢似乎不具备管控危机的能力。从阿富汗撤军到澳英美军事同盟的建立，美国呢显得混乱而无理。那么倘若这个中美围绕台湾问题而发生擦枪走火，或者呢美国对中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方面发生误判，那么台海一旦冒出一点火花，那就可能呢会点燃成熊熊大火，波及全世界。另外一方面呢，欧洲也很担心这个中美全面竞争会打破中国的持续发展，影响全球经济。因为呢，从2013年到2018年之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近30%，是美国的2倍。包括呢整个欧盟、德国、日本、韩国、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和东盟都是中国的头号贸易伙伴。如果呢中美紧张伤害了中国经济，那么很多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
都得承受不幸的经济后果。因此呢，对欧洲而言，平稳的中美关系最符合自己的利益。他们炒作中国高超音速导弹，旨在给美国提醒，别以为呢你是世界军事最强国就为所欲为，人家手中呢照样是有杀手锏。那么这从侧面警告美国呢，不要一意孤行，不要一路走到黑，劝说美国呢的习惯与崛起的中国共存、共处、共商。那么过分打压和这个敌视中国呀，会伤人伤己伤盟友。那么面对中方的澄清，美国为什么要执意炒作，甚至连美防长都在鼓噪中国威胁？今天被发言人汪文斌批驳是在倒打一耙。那么您对此又是如何分析的呢？美国呢稍晚一些时候下场炒作，而且呢是在中国回应说那是在测试航天器重复使用技术以后，他们呢仍然把注意力集中到先进武器发展上，除了试图呢把中国拉入核裁军谈判中以外啊，它还有3个目的：一呢是强化中国威胁论，试图呢把盟国特别是欧洲国家团结起来接受美国的领导。阿富汗撤军和从法国手中撬走澳大利亚潜艇订单以后，欧洲国家呀觉得美国不靠谱，这个欧美间的裂隙呢因此拉大，欧洲的独立自主意识再次唤醒，这呢让拜登政府有前功尽弃的感觉，要把欧盟啊再次拉到自己身边，以安全的名义。二呢是通过夸大中国先进武器的效能，向台湾出售更多武器，让台湾呀为美国军备买单。三呢是美国军方呢为了争取更多的军费，通过渲染中国高超音速技术的研发呢来统一思想，所以呢这个美国国防部的人炒作是最起劲，包括国防部长、北美空防司令、新任的这个空军部长等等都参加到了讨论之中。美方的有关言论呢，实际上呢就是打着竞争旗号对中国进行遏制打压的障眼法，这是一目了然的。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中俄海上联合2021联合军事演习结束，双方联合演习了超过20个实战科目，其中重头戏的联合反潜演习比起往年含金量更为提高，双方都派出了先进的主力装备。军事记者也从南昌舰的甲板上直击科目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联演结束后，中俄舰队并没有举行分航仪式，而是编队穿越金青海峡，从日本海进入太平洋。观察指出，这或许是中俄两国海军首次联合战略巡航，这对外界释放出什么重磅信号？来看报道。根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中俄海上联合2021联合军事演习已经于周日圆满结束。曾应邀采访过中俄海上联合2018联合军事演习的深圳卫视特约评论员吴卫表示，本届演习十分特殊。我是2018年去的这个中俄海上联演，我记得很清楚，当中方编队抵达这个海参崴的时候，得到一个非常热烈的欢迎。我们的开幕仪式是在岸上，也就是俄罗斯海军的这个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举行的。那么今年这一届开幕式是在双方各自编队的指挥舰上，在海上进行的，在疫情的一个状况下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安排。在疫情的情况下，中俄两军依然保持了高频次、大兵种、大规模的这样一种联合演习，展现中俄新时代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含金量。有日本网友拍摄到，周一中俄10艘舰艇组成的编队首次成编队同时通过日本金青海峡。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中俄海上联合2021联合军事演习以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为课题，因此共同穿越金青海峡并不令人意外。军事专家、海军研究院研究员张军社指出，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课题安排，也说明中俄两国海军演习的性质是防御性的，主要目的是增强中俄两国海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金青海峡位于日本本州岛和北海道岛之间，以本州侧的金青半岛而得名。东西长130千米，水深最大达450米，最小约140米，最窄处约18.7千米，是联系日本海与北太平洋的重要航道。日本海和北太平洋都是公海。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连接两片公海的金青海峡的中央水域属于公海，外国船只可以通行。中俄编队穿越该海峡完全合法。日方称，这是中俄编队首次一同穿越金青海峡。
深圳卫视注意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舰编队首次过航京津海峡是在2017年1月5号，同年7月17号，中国海警2艘公务船过航该海峡。周一晚上，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监部通报称，周一上午8时，在北海道奥尻岛西南的日本海发现正在向东航行的中俄海军编队。中午时分，中俄编队通过京津海峡向北太平洋航行。编队由10艘舰艇组成，中俄各5艘。其中，中国海军舰艇分别是055型南昌号导弹驱逐舰、052D 型昆明号导弹驱逐舰、054A 型滨州号、柳州号导弹护卫舰和东平湖号综合补给舰。俄方舰艇分别为1155型大型反潜舰潘杰列耶夫海军上将号、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1914.1型电子侦察船克雷洛夫元帅号、20380型轻型护卫舰响亮号，以及俄联邦英雄阿尔达尔齐登扎波夫号。有观察指出，中俄10舰编队在结束联合演习后，一同穿越京津海峡，显示中俄首次举行联合战略巡航。中俄海上联演一般来说，结束之后会有个海上的分航仪式，由俄方编队在海上护送中方编队前出到日本海，驶出彼得大帝湾之后呢，双方各自鸣笛各自挥手致意，然后打出信号旗帜，说友谊地久天长，下次再见，很形象的分道扬镳，各自回到各自的母港。但是这一次很明显，双方参演编队在演习结束之后，仍然以组成联合编队的形式，通过这个京津海峡前出到了太平洋海域。我相信这一定是有一定的战略意义的。根据目前已知的路线来看，巡航绕日本列岛一周的可能性非常大，这充分体现出中俄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具有高度的政治和军事互信。值得指出的是，中俄海上联合2013演习时，中方7艘参演军舰经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演习结束后，部分军舰过航中国海峡进入太平洋，再穿越宫古海峡返回东海。那次是中国军舰首次绕日本列岛航行一周，当时日本防卫省表示高度关注。有军事观察家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美国集结了日本、澳大利亚等同盟，加大了对亚太事务的干涉力度，成为亚太地区不稳定因素。事实上，中俄海上联合2021联合军事演习的第2天，美国海军驱逐舰查菲号就闯入这次演习的炮火射击禁航水域。对于各种状况，作为地区大国，中俄两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应对措施，提升战略合作层次，提升两军联演联训的广度和深度。外界注意到，2019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随后，中俄于2019年和2020年实现了首次和第2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这表明中俄空中战略已经机制化，实现常态化。而中俄空中战略巡航也是在日本海和东海方向。这一次中俄海上联演充分体现了双方对某一个战略方向上共同承担稳定调节器的角色，捍卫和平的角色。我们知道前不久日本跟美国进行了 F-35这个 B 的这个隐身战机的互降实验。日本国家它明显的是把它的最新锐的武器布置在日本沿岸，隔着日本海跟俄罗斯相望。其实俄罗斯在远东方向上是有战略压力的。另一个角度来说，美国与日本前不久在台海、南海方向上释放了相应的一些信号。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俄之间有一种背靠背的一种默契，在各自关注的战略方向上给予对方坚定的支持。分析认为，中俄海空都实现战略巡航，这表明这片海空域是中俄共同关注的战略方向，意在维护该地区的稳定态势。俄罗斯军事观察家维克多·利托夫金高度肯定中俄两军联合巡航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这表明如果国际局势严重恶化，中俄将共同应对。他还提醒，不要忘了，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事务处理平台上，中俄立场基本一致。今年7月11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招待会的致辞中就强调，中俄不是盟友，胜似盟友。这从本次中俄海上联合2021联合军事演习的安排上也能得到印证。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透露，这次的演习科目超过20个，强度高，实战性强。
反潜是世界各国海军公认的难题，它对水下探测、探索定位、火力打击等体系能力建设有着很高要求。解放军报报道称，当地时间10月16号至17号举行的跨昼夜反潜演练是历年中俄海上联演的重头戏，但今年两军投入多型主战装备，含金量更高。这里是南昌舰的起降甲板，今天的风浪很大，25时公务的反潜直升机马上就要起飞，前往预定海域进行搜索。除了南昌舰之外呢，深圳里的其他驱逐舰也将派出直升机。今天他们将要面对的是经济性良好的水下潜艇。那么一场围猎深海巨鲨的大战马上开始。我们最难判断的就是海上天气。因为天气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突变性，再一个就是海况大的时候啊，我们造舰的条件要求就比较高了，这个对我们驾驶术啊会有很高的难度。这次联合反潜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中俄双方动用了包括舰艇、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和舰载直升机在内的多种新型装备平台，重点演练映照反潜和潜艇机动摆脱能力。声呐加强，右舷上面观察警戒。现在编队已经变为搜潜队形，声呐兵正在布放拖曳声呐对水下进行探测。那此外呢，舰和声呐也将同时展开搜索。联合反潜互为攻防对象，涉及到海军核心的作战能力。那这也体现了中俄两国海军高度的互信。那么这次演练呢，是昼夜连贯实施，并进行现场复盘。应该说，科目的对抗性和实战化程度呢都比较高，对部队在远海、陌生海域、复杂海况条件下随行任务能力呢是一次全面的锤炼提升。新华社还透露，此次演习中，中方固定翼反潜巡逻机首次过境俄罗斯领空。观察指出，防空反潜等演练科目需要双方相互开放舰艇等，这种演习只能在战略互信程度比较高的两军之间进行。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你好。中俄海军10舰编队周一通过金青海峡进入了太平洋。那么您对于日本官方反应是如何看的呢？这有问题吗？当然没问题。虽然日本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12海里的距离画了自己的领海线，但出于战略考虑，特别是驻日美军的需要，77年推出并在96年完善的领海法里，明确了包括金青在内的多条海峡放弃12海里的领海。日本的领海基线只向外延伸3海里，中间部分则是国际航道。按照公约的要求，各国船只有权通过他国领海，但应遵守无害通过原则。如果是宽度小于24海里的国际水道，比方说金青，别国船只更享有过境通过权，比无害通过的约束更少。特别是潜艇完全可根据需要前行穿越，无需明示身份。从中俄舰艇的航渡情况看，舰队多数时间是呈单纵队连贯通过，完全符合相关规定，日本人也找不出理由来反对。其次呢，中俄海军演习的性质是防御的，与日本同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拉帮结派的结盟演习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年，日本在四方安全会议的框架下，不断拓宽海外用兵的限制，特别是刻意模糊所谓灰色地带、存亡危机事态等等概念，放宽对外用兵的条件。比方说，在我们的家门口保护美舰、补给美舰，再就是实现与澳大利亚、印度海军的互操作，名为维护印太开放，实为带有强烈的对华遏制气息。更微妙的是，日本进一步同美国捆绑军事关系，驻日美军更加自由地使用日本的港口码头，进行干扰中国台海、南海，还有俄罗斯远东水域的活动。你瞧，最近穿越台湾海峡以及抵近日本海中俄演习水域侦察的多艘美舰，就来自日本的横须贺。而日本呢，也多次在台湾问题上发出对华杂音，在日俄争议领土问题上对俄叫板。面对这种越来越离谱的挑衅，特别是在日本反复篡改二战历史、不肯承认侵略史实的当下，您说，中俄两个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负有重要责任的国家该怎么办？当然不能熟视无睹。这次海上联合演习
就证明了两国携手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能力，所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支编队里，日本人最关注中方万吨大驱南昌舰，那么日方有哪些具体的关注点呢？就像俄罗斯红星台在演习新闻里所描绘的，南昌舰所体现的强大联战能力，无论在相对简单的航渡、射击、联合机动等等方面，还是高级的联合通信、信息共享与指挥上，都显出跨代的优异性能。特别是它的信息整合与辅助决策能力，让俄罗斯友军感到很欣赏。俄媒提到这样的细节：具有高速运算和带宽的南昌舰，总能取得首群命中、首发命中的优异成绩。比如防空对抗，俄军出动先进的苏3洞斯莫歼击机，他们扮演敌机进行低空突防，但南昌舰总能在最远距离进行目标识别和跟踪，并在最短的时间里拟定对空抗击方案，为整个航渡编队支撑起绵密的对空保护伞。而在搜潜反潜中呢，面对有大洋黑洞之称的俄军877潜艇，南昌舰能通过舰载直升机所调放的声呐以及自身的拖曳声呐，对目标展开精确的侦测，其作战效率让俄媒点赞。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的未来是海上，也必须承认我们的海洋权益仍受侵害，未来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也主要来自海上。全球的海洋竞争实质是对海洋资源的竞争和安全空间的控制。我们一贯的原则是宣示主权、和平解决，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国际间解决任何问题都要讲实力，没有强大海军做后盾，无论采用何种方式，都难以按公平合理的原则合理解决海洋争端。此外，保卫中国的海域线，特别是能源线的安全，同样需要强大的海军。因此，建设拥有像南昌舰这样新锐舰艇的强大海军，充分发挥平时海军在国际政治、军事、外交等等领域的综合作用，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保证。主持人，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多家印度媒体称，印军已部署数目可观的以色列制苍鹭无人机，加强监控东北边境所谓阿鲁纳切尔邦及中国藏南地区动态。印媒称，此举将为印度在该地区的战术任务增加更多筹码。不过，该型无人机此前就曾在中印边境执行侦察任务时坠毁于中方境内。苍鹭无人机性能究竟如何？是否真能实现印媒吹嘘的昼夜监控？频频采取小动作刺激边境局势，新德里在打什么盘算？施洋深入解读。印度多家媒体周一引述不具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印度军方已部署数目可观的以色列制苍鹭无人机，加强监控东北边境的是所谓阿鲁纳切尔邦及中国藏南地区中方的动态。这些无人机将昼夜巡逻，并向后方的指挥和控制中心发送关键数据和图像。该人士称，这将为印度在该地区的战术任务增加更多筹码。值得注意的是，该型无人机此前曾在中印边境执行侦察任务时坠毁于中方境内。据报道，苍鹭是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制造的中高空长航程无人机，载重可达250公斤，飞行高度达1万米，最高时速为200公里，可持续航行52小时。今日，印度报周一称，为提升在边境冲突地区的反应能力，印度陆军今年稍早成立一支独立的航空联队。除了苍鹭无人机之外，还配有印度国产的鲁德拉轻型战斗直升机。印度报业托拉斯称，这是印度一项广泛战略的一部分，以加强全面军事准备，应对所谓中国的任何危害行为。报道称，虽然印军早在4-5年前就曾在印中边境使用苍鹭无人机，但近年来在传感器到射击器的概念下，军方积极加强侦察平台与武器平台的连接能力，以缩短战场反应时间，也使得苍鹭无人机的功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当被问及轻型直升机的武器系统时，他们拒绝透露细节，但表示这是最好的武器之一，对打击对手将非常有效。
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说，整体来说，从去年以来，我们在白天及夜晚的侦察能力有了大幅进步，我们现在应对边境各种状况的能力也变得更强。公开数据显示，印度陆军、海军及空军现拥有68架苍鹭1代无人机。今年1月，印度再与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签约增购4架2代机，载重更大，抗干扰及侦测能力更强，预定于今年年底前全数交货。从性能上来说呢，它能够满足一般来说我们最初等的这个观察和所谓的这种就是监视的这种功能，但是效果也仅限于此，因为它的这个飞机比较小，它载重啊，包括续航时间都比较短，所以说也不太可能说，比如说挂载武器执行攻击性任务。同时呢，它的这个观测的留空时间，包括它的观测距离，也都相当有限。2017年12月，印度空军一架苍鹭无人机在中印边境执行侦察任务时坠毁于中方境内。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表示，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并要求印方立即停止飞行器临边抵边活动。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也在例行记者会上严正要求印方深刻反省，并保证此类问题不再发生。印国防部发表声明，承认其无人机在境内进行常规训练时，因出现技术问题与地面控制站失联，并跨越了西京段的中印实际控制线。这一事件当时也引发媒体广泛关注。根据印军10305000无人机发展计划，未来3至5年内，印陆军拟将无人机装备至营级部队，重点为边防巡逻分队装备便携式微型无人机，强化边境侦察。印空军拟强化侦察无人机中队与察打一体无人机中队建设，大幅提升空中作战能力。另据印度市场调查公司分析，印度无人机市场规模2016年为9.5亿美元，2017年至2023年间的年增长率将达到近13%。其中，印边防军警对无人机的需求正在成为拉动市场扩大的重要原因。可以预见，未来中印边境地区印军无人机临边、抵边甚至越境活动将更趋活跃与频繁。近年来，印度一直在强化空中力量的建设。另据今日印度网站上周日报道，印度空军在10月15号首次派出了多达14架光辉战斗机进行编队飞行。报道称，这些光辉战斗机从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苏鲁尔空军基地起飞，随后在空中集结成为大型编队。印度空军也在其官方推特账号上发布了14架光辉战斗机集结的画面。这些战斗机先是在跑道上展示了大象漫步的战术，随后在空中集结，以舰型编队进行飞行展示。据悉，光辉战斗机是印度斯坦航空公司与印度航空发展局为印度海军和空军联合研发的一款国产战斗机。光辉战斗机是印度轻型战斗机项目的成果，这一项目始于1980年，旨在制造出取代米格21战斗机的新型战机。报道称，光辉战斗机也是印度研发的第2款超音速战斗机。在今年1月，印度批准了一项价值4800亿卢比（约合63亿美元）的协议，用于采购83架光辉战斗机。实际上，被印度标榜为印度制造骄傲的光辉战斗机项目，自诞生以来就面临成本上升、进度延宕等种种问题。这款印度历时30年造出的国产战斗机，至今未能大批量装备印度空军。舰载机版本的光辉 Mk1A 战斗机也因为性能不达标而被印度海军拒收。虽然光辉 Mk1A 战斗机已经在印度海军航母上完成起降测试，但印度海军并不打算采购该机型，而是等待印度科研机构造出双发版本的光辉舰载战斗机。印度同时也在积极推动光辉战斗机的外销，但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阿比吉特·伊耶米特拉曾表示，光辉战斗机是一种令人困惑的飞机，它不适合任何目前已知的细分市场。光辉是一场噩梦，它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得到证明，没能激发任何购买者的信心。另据美媒报道称，由美国和印度联合举行的准备战争演习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开幕，演习的重点是在寒冷山地环境的作战。印度媒体则添油加醋称，通过该项演习更好地确保了美印两军面对所谓共同对手的能力。美国军队时报上周五报道称，驻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美国陆军部队于10月15号至29号在安克雷奇的阿尔门多夫理查森联合基地举行代号为准备战争的双边演习，美军接待了前来参演的印度陆军士兵。
报道称，准备战争是一项为期2周的双边演习，旨在提高印度陆军和美国陆军在阿拉斯加州的互操作性，以提升美印合作伙伴应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未来突发事件的能力。该项演习在过去的10年中，每2年在美国华盛顿州的刘易斯麦科德联合基地举行一次。美国阿拉斯加州陆军部队前指挥官彼得·安德里西亚克少将表示，当时的演习主要是在沙漠环境中进行，但这一情况正在改变。重点不再是沙漠一类环境的训练，重点是多山的寒冷环境。安德里西亚克于去年年底在威尔逊中心极地研究所主办的一个讨论小组上说，2021年我们将在阿拉斯加接待他们，2022年这项演习应该在喜马拉雅山脉举行。在今年的准备战争演习中，有来自美国陆军第25步兵师第4步兵旅战斗队第404骑兵团第1中队的空降兵，与来自印度陆军马德拉斯团第7营的共计350名士兵参加。美国陆军在新闻稿中称，参演的2国士兵被认为是在极端寒冷天气和高海拔环境中生存、操作和战斗的专家，他们的技能将在演习中得到检验。印度欧亚时报报道称，这次联合演习的目的是传授最佳的实践经验，并更好地确保2国军队在地缘政治重点不断变化的情况下面对共同对手的能力。报道称，训练的内容将包括严寒天气条件生存、空中医疗救援、登山运动员训练、轻武器射击以及在山区实地演练。也反映出了印度其实不甘心在这个入冬以后就在这个边境上就好像悄无声息，他仍然是希望在边境上可能要搞一些事情，或者说挑起一些事端。这个来说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但是另一方面呢，其实美军在这个高寒山地作战地区，它的经验其实很有限，因为美军主要的高原山地的这个作战经验来自于像阿富汗，然后像这个巴基斯坦地区。那像那个地方来说，气候相对没有那么寒冷，然后这个环境也没有那么恶劣，所以说他在那个地方所获得的这个高原经验能否适用于印度军队，也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韩联社消息，朝鲜周2上午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若消息属实，这是朝鲜今年第8次进行导弹试射。韩军分析认为，此次朝方在潜艇上试射新型潜射弹道导弹的可能性较大。值得一提的是，近日美日韩等多方在联合国及其他多边机制场合密切磋商朝核问题。朝鲜此时在发射导弹是想释放什么信号？来看详细分析。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周2探测到，朝鲜于当天上午10时17分许，从咸镜南道新浦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近程弹道导弹。韩国军方消息称，该导弹射高为60千米，射程为430至450公里。除此之外，尚未公布其他参数。韩方分析指，朝鲜近期在新浦制造能搭载潜射弹道导弹的潜艇，并接连公开新型潜射弹道导弹。且从韩军所谓新浦以东海上的说法来看，朝方在潜艇上试射新型潜射弹道导弹的可能性较大。若朝方试射潜射导弹属实，这将是朝方自2019年以后时隔2年再次发射潜射弹道导弹。朝方曾于去年10月和今年1月在阅兵式上展示新型武器北极星4和北极星5导弹，并在上周一开幕的国防发展展览会自卫2021上公开疑似迷你潜射弹道导弹的新型武器。潜射弹道导弹对于朝鲜来说作用还是很大的，因为这样的话使得打击隐蔽性呢会显著的提升。所以这个朝鲜呢这几年呢对潜射弹道导弹的投入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你像这几年的时间里边，它就推出来多款潜射弹道导弹，而且还建造了新的潜艇。所以未来的话，它会把潜射弹道导弹还有和它相组成的弹道导弹潜艇共同作为一张呢很有力的王牌，对美韩呢去进行威慑。韩国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紧急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就朝鲜发射导弹深表遗憾，重申当前稳控朝鲜半岛局势比任何时候都要紧迫，呼吁朝鲜早日重返对话。韩国将密切关注朝鲜动向，并同美国等有关国家及时紧密磋商，采取必要措施。日本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当天也为此紧急召开会议。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消息，也注意到近期半岛问题相关方的军事动向，希望各方保持克制。当前半岛局势处于关键时期，有关各方应着眼大局，保持克制，
致力于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对话协商的正确方向，按照双轨并进思路和分阶段同步走原则，共同推进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若韩方消息属实，这已是朝鲜新年来第8次试射导弹。单是9月1个月内就进行了4次导弹试射，包括新型远程巡航导弹、铁路机动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地对空导弹。其中9月28号，朝鲜在慈江道龙陵郡都阳里试射新研发的火星8型高超音速导弹备受关注。不过，韩军研判分析认为，朝鲜的火星8飞行距离不足200公里，最高高度30公里，导弹速度约为3马赫，相当于3倍音速，尚未达到高超音速导弹5倍音速的标准。从飞行速度等情况分析，该导弹尚处于初期研发阶段，距投入实战部署尚需较长时间。但是，朝方完成试射并将其投入实战部署后，拦截难度可能会加大。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金盛周一在华盛顿会晤韩国外交部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鲁圭德后表示，美方希望与韩方继续就朝鲜半岛终战宣言进行探讨，并呼吁朝鲜响应对话提议。金盛重申，韩美日将保持紧密沟通，争取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与持久和平。美国将继续开展与朝鲜的外交接触，并强调美方不敌视朝鲜，对无条件对话持开放态度。9月21号，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呼吁正式结束朝鲜战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表示，朝方注意到韩国各界希望早日恢复僵化已久的朝韩关系，实现和平稳定的氛围空前强烈。对此，朝鲜也抱有同样的期待，但他同时强调，对于双重标准，朝鲜绝不姑息。朝鲜为应对半岛可能出现的军事威胁而采取的自卫行动被污蔑为挑衅，美韩却把自己的扩军行动美化成确保对朝遏制力，这就是双重标准。金宇正称，如果韩国放弃敌视政策以及不公平的双重标准，朝鲜可以按照韩国的提议正式宣布终战宣言，甚至讨论举行面对面首脑会谈的可能性。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这种关注，让美韩呢去拿出来这种诚意解决呢相关的问题。因为现在美韩在和朝鲜谈的时候，双方的立场差距呢是比较大的，这样在这个中间呢，它就有很强的这种博弈了。那现在看来，双方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妥协。